我是个不起眼的美术生，却偏偏跟3个校园男神做室友。我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丢东西，比如晾干的内裤、刚换下来的背心、喝了一半的奶茶，又总是莫名其妙的收到礼物，拆开一看，全是我想要却舍不得买的东西。我怀疑自己的宿舍里有鬼，拿了我的东西就会满足我的愿望。于是我经常在宿舍悄悄许愿，直到有一次，我为了完成人体血伤，向这个鬼许愿，希望能得到一个免费的人体男模。我那3个高冷室友突然都坐不住了。我晾在阳台上的内裤怎么不见了？郑彻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内裤？不愧是 A 大校草兼学生会主席，即便是躺着玩手机，看上去仍是赏心悦目。新的？不是，穿过的。昨天刚洗了，他好像生气了。完了，我不该问的。他是富二代，好像从来没见过他自己洗衣服，怎么可能拿错我的内裤？朱燕，你看到我刚洗的内裤了吗？哪一条？黑色平角的，还是深灰色带暗纹的？哎，对了，刚开学时，他作为宿舍长帮我整理过衣物，不愧是大学阀，连我的内裤是什么样的都记得一清二楚。都不是，是一条深蓝色的，是我从箱底翻出来的，旧的，上面还破了个小洞。最近天气潮湿，衣服不容易干，我才找出来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更怕他们拿错，毕竟又旧又破，太让人尴尬了。你还有条深蓝色的，该死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看来也不是他。不知道什么？韩宇，你刚才在和周燕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他可是全校闻名的校霸，听说打起人来超狠的。我暂时还不敢因为一条内裤而烦他。不可能，刚才明明你在和他说话。我们出去聊聊。滚出来！吓死我了！我这3个室友，他们3个好像原本就认识，经常把我一个人撇在屋里，出去聊他们的事。赵迅怎么了？脸好像有点肿。哎，算了，一条内裤而已，没准被风刮跑了。只不过又要花钱买新内裤了。可我这月还想攒钱买颜料呢。之后我丢失的内裤没再找到，却收到了一个没有寄件人的神秘包裹，竟是我心心念念的油画颜料，好贵，而且最贵的牌子。可是这是送给我的。我问遍了亲朋好友，都没有人承认。可正当我满心疑惑时，我前一晚穿过的背心又丢了。我本想问一下3位室友，可鉴于之前找内裤的经历，我决定还是不问为妙。韩宇，你又丢东西了？抱歉，吵到你休息了吧？没有，你又丢了什么？我昨天穿过的背心找不到了。穿过的背心？有那么惊讶吗？果然，我还是不该说的。那我先不找了，等你们去上课再。贱人，竟然比我还无耻！怎么想打架呀？他骂的应该不是我吧？吼什么？别吓到韩宇，谁最无耻谁心里明白。他在维护我哎。韩宇，你在宿舍待着，我们有事出去一下。赵寻、周燕，你俩给我出来。就这样，3人又出去了。我在宿舍总是丢东西，这次我的背心照旧没再找到，但我却又收到了一个神秘包裹。打开一看，竟是我做梦都想要的蓝牙机。有了它，我便可以在画室边听音乐边画画了。不过我依旧没找出是谁送的。喂，小韩，你听说了没？咱们男生宿舍附近曾是个坟场。坟场？你知道4001前段时间出事了吧？有个男生被送去精神病院的事。对，听说啊，那个男生就是半夜上厕所遇到了鬼。害怕了？那倒不是，就是突然感觉有几道视线好像落到了我肩上，好像是我的3个舍友。不可能吧？他们又不是我这个系的，没事来画手干嘛？宿舍闹鬼的事，我也听其他男生说起过，以前都是当鬼故事听。但我接连2次丢了东西，又莫名其妙的收到东西，也许我的宿舍里真的有鬼。记得小时候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，他说有种鬼专门和人做物交换。我宿舍里的鬼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拿走我的旧穿过的背心，然后送我颜料和耳机。这么说来，这鬼还挺好的嘞。喂，小韩，想什么呢？你不会真害怕吧？
走，我请你喝杯奶茶压压惊。刘浩请的奶茶我刚喝了一半，就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。等我再回到宿舍，又没了！我的宿舍好像有鬼，晾干的内裤，刚换下来的背心，还有喝了一半的奶茶都不见了。好心的鬼啊！这次我不要颜料，也不要耳机，我只想要一个免费的男模。许愿的原因无他，主要是今天老师觉得我的成绩不错，给我报了个人体写生大赛，让我下周交一张作品参赛。我需要一个人体模特，而且是女模。韩宇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男模？糟糕，许愿忘看时间了，他们三个正好下课。哎，你们回来了。本来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理才许的愿，可没打算搞得人尽皆知。我没说什么，你们大概听错了吧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我是个不起眼的美术生，却偏偏跟3个校园男神做室友，吓死我了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听到了多少，是不是觉得我可笑极了？竟然真相信宿舍有鬼！如果这次许愿真能实现的话，下次再丢东西就许愿换个宿舍吧。我在画室待到晚上关门，才磨磨蹭蹭的往宿舍走。阿宇，江彻怎么在这里？好巧啊！不巧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一直在等我吗？我们好像除了是舍友外，我和他没有其他交集了。你今天的话我听到了，为什么想要男模？因为写生需要。我可以。什么？我可以做你的模特。你？他这么英俊帅气的脸，还拥有几乎完美的身材，这样的人如果愿意做我的模特，不行，我会画不下去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是个不起眼的美术生，却偏偏跟3个校园男神做室友。周燕今晚做实验还没回来，宿舍里就只有赵寻。韩宇，我忘拿 T 恤了，能帮我拿一下吗？就在我衣柜最上层。校霸发话，我哪敢不做？啊！你的衣服好热，浴室好热，他的身体靠过来也好热。韩宇，你觉得我的身材怎么样？挺不错，强壮有力，胳膊比我小腿还粗，打我这样的大概用不了2拳。那你不要男模，要我好不好？男模能做的，我也能做。他也要做我的模特？先是江彻，之后又是赵寻，他们一个个怎么了？难道是我许愿的原因？但我想要的免费男模是指专业的模特，可不包括我这3个高冷的室友啊！你不行的！不行，我哪里不行？谁告诉你我不行？那好吧，准备好后全程要听我的，我说能动才可以动，否则只能保持一种姿势，而且要这样持续好几个小时。真的可以？我就说吧，他这种大少爷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工作？我是个不起眼的美术生，却偏偏跟3个校园男神做室友。鉴于之前2次尴尬的谈话，今晚我不想再和我的室友碰面，于是我早早爬上床，拉上了床帘。可就当我迷迷糊糊的睡到半夜时，我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压在了我身上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鬼压床？嘘，韩宇，是我。抱歉，我回来晚了，打扰到你。他们3人中，周燕是最温柔有礼的一个。没关系，你的床在那边。我知道。韩宇，你想要个模特是为了端庄优雅、漂亮些什么？是不是要完全放松身体逼我？看吧，还得是学霸，对我的需求明白多了。可我好嫉妒，不想让你画其他男人的形体。他刚刚说了什么？不想让我画男人的形体，画女人的话倒是也可以。如果是学校集体写生，我画男女都行。但这次我是个人参赛，我一个人和模特共处一室，觉得还是男模特比较不尴尬，女生更不行。画我吧，我可以给你画，但也只给你一人。虽然周燕长得好，性格也温柔，但这是参赛作品，
没准还要全校展出的。我不忍心让他在全校师生面前社死。不行，你不可以的！画画比赛我需要一名男模特，我可以做你的模特。那你不要男模，要我好不好？画我吧，我可以给你画。3个舍友都争抢着来当，我把3个舍友都拒绝了。但几天后，我仍实现了得到免费男模的愿望。刘浩也被老师点名参赛了。他不知在哪儿找了个愿意为艺术献身的大叔做模特，喊我一起画。小韩，走啊，我开好房了。开房？你们开什么房？韩宇，你不准去。呀，找死！小韩，房间号发给你了，我先走一步哈。你们别误会，我们只是去画画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怎么就和他们说不通呢？可我不去也不行啊。房费我和刘浩 AA 已经付了一半，何况模特大叔也约好了。刘浩还在等我，我今天必须去，你们没权利拦着我。你们再拦我，我就找导员换宿舍。幸好我把导员搬出来，否则我现在也来不了。小韩，你知不知道就他们3个，咱大校挣钱了都要客气3分。所以呢，你觉得他们会怕一个小小的导员吗？可他们真的不敢再拦我了。所以啊，他们怕的根本就不是找导员，那是为什么？是怕你换宿舍。他们怕我换宿舍？不会吧，我换走了他们才更高兴吧？他们3人除了最近争当我模特的古怪举动，之前都对我冷冷淡淡，我一直以为他们都讨厌我的。兄弟，信我，以我身经百战的情场经验来看，他们3个恐怕都看上你了。不可能吧！